欢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收看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动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欢迎大家多多的发表您的观点与看法。好，来欢迎今天的三位来宾。首先是前大使、资深外交官邱文基大使。何荣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另外，开南大学副校长陈文甲老师。何荣好，大家好。还有淡大财经系教授聂建中老师。何荣，各位观众大家好。好，今天带着大家先来关心的就是在俄乌战场上面，现在出现了新的拐点吗？因为《华盛顿邮报》最新的报道说，美国的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在11月20号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提出了白宫特使维科夫还有俄罗斯的特使德米崔耶夫共同拟定的这28点和平协议。如果看国际新闻的都知道，这28点协议呢，几乎就是照着俄罗斯的版本，好像在拟一样。美国总统川普在21号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他说11月27号，也就是今年的感恩节这一天，看起来呢是要求乌克兰签署协议的适当期限。但是大家细看了这个协议的内容啊，对乌克兰真的是极度的不利，包括美国承认克里米亚，还有以及合称顿巴斯地区的像卢甘斯克、顿内茨克把它认为是俄罗斯的实际控制领土。另外，乌克兰的军队规模将被限制在60万人以内，而且必须要修改宪法，承诺不得加入北约，北约也不得在乌克兰驻军。对于俄罗斯的制裁呢，则是会分阶段取消。怎么看，就是左边看、右边看、上面看、下面看，都觉得是对俄罗斯有利，而对乌克兰极度不利啊。所以这28点和平协议也像是大家就戏称是川普是不是彻底的出卖了乌克兰？大使觉得？基本上是联手跟俄罗斯一起联手连卖了，把乌克兰彻底出卖。不但这个现在乌克兰领土，它基本上都要接受，就是已经是在俄罗斯的控制之下。不管你今天是就是说，是冻结也好这个还是说就是说承认，不是承认啦，就是说有这个现实。不过就是说乌克兰的俄罗斯在这些现在占有的领土上，乌克兰领土上，它的地位都不会受到挑战。对，而且乌克兰最初打这场战争，造成这场战争的最主要的原因第一个他们排斥。这个歧视或者说虐待在乌克兰境内的恶意人士的这些作为都要取消。然后呢，还有就是呢，想要加入北约也别想了。所以，然后呢，对俄罗斯来讲，这两个都是他打仗的目的当然就是说都得到了，还外加一项就是说，战争开始3年9个月前开始的时候，这个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各种经济制裁，包括扣的款。对，基本上都要逐步取消，钱也大部分要归还，所以就变成就是说，这个我都觉得这个提出来由川普提出来有点奇怪，应该就看都像是拜占条约的感觉。对啊，应该是普丁提出来的，怎么会是川普？普丁有发声，普丁说呢，这只是谈判的起点这个已经比普丁能够提出来还更好了。那最好笑居然是川普提出来。那川普是哪一国人啊？我都觉得他是不是俄国人啊？所以你就要问我说他有什么把柄在普丁上？我怀疑他是伪装的俄国人。而且这次是美俄双方的这个相互协调之下出来这28点我在想问说，乌克兰的角色在哪里呢？乌克兰就是被瓜分的一块饼。然后呢，最好笑的是，这个整个在协议在谈的时候，欧洲所谓的现在这个首当其冲的欧洲。几乎没有角色。对，所以大使，您觉得接下来这个乌克兰能不能同意，恐怕不是他们能决定的。可是呢，欧洲几个主要国家，比如说德国啦、法国啦、英国啦，他们的态度呢？这些说穿眼都是我们台语叫这个嫩卡诶啦，软脚虾。都是欧洲，都是嫩卡诶。然后呢，乌克兰呢，现在泽伦斯基自身难保我今天就想说，为什么这个28条提出来前，突然泽伦斯基的贪腐案被提出来？这个贪腐又不是今天才贪腐了，战前就贪腐，战中也贪腐，对不对？现在人赃俱获，然后人也跑了，哇，涉嫌1亿美金对，那你泽伦斯基还有什么好说的？对，而且已经给他一个下台阶的，这个签了以后3个月就让你下台，你就可以走了嘛，对不对？你3个月你就要重新改选总统，所以这些条件对那个乌克兰讲是很苛刻啦。
我觉得对泽伦斯基是给他一个下台的机会，对他很宽厚了，没有追究他的责任。可是那个案子已经拿出来了，随时吊在泽伦斯基上那把剑啊，达摩克里斯之剑，也就是他的贪腐案，随时可以治他。对，那现在就看你泽伦斯基啦。那欧洲目前为止都没反应，能卡 A 加 S 通通没反应。而且刚刚像大使讲说。泽伦斯基在这个28点协议提出之前呢，就是深陷到这个贪腐相关的一些案件跟争议，当然也使得呢，他会来自就欧洲刚刚特别提到的几个主要国家的这种强大压力。那针对这28点和平协议啊，像是法国的，还有德国，还有呢英国啊，这3个国家呢，也跟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在通话之后啊，他们也先发表了一份共同的声明。指出说他们是欢迎美方为终结战争所做的努力，但是也重申说，这个任何牵涉到欧洲国家、欧盟、北约的协议都必须经过欧洲伙伴的同意，或者是在盟友之间达成共识。另外，欧盟执委会主委范德莱恩也强调，任何替乌克兰做出的决定都不能少了乌克兰的参与。可是刚刚我们看到，就没有乌克兰的角色啊，对不对？好，波罗的海3国的外长呢，日前才联名投书啊，到《金融时报》，他们提出警告，他们说大家要小心啊，因为俄罗斯绝对不会满足于暂时占领他国的领土。各界如果寄望于用土地来换取脆弱的停战，就是在重蹈历史的覆辙。但是我们都知道，其实从历史上面来看，本来就没有永远的和平这件事情啊。没错。所以聂老师怎么看这项协议真的能够，就算答应了，也不太能够保证是永久的和平啊？没错，东西没有永久的。你可以这个问了一个问题叫长久和平可以。我们都知道欧洲以前有多少的战士，光这个英国这个本岛英格兰 Scotland 打了多少战争，玫瑰战等等。北爱尔兰、南北也打了多少战争？光这个小地方打多少战争？这整个欧洲是到处打。可是现在的欧洲不太一样，它不是一个国家，它国不国、州不州的，很奇怪哈。它是欧盟，可是欧盟又不是全部的欧洲国家。我们先这样讲好，就是，但我们要肯定一个东西，就是欧洲这个大陆啊，以前是一个战争大陆，真的到处打仗，可是现在是一个和平大陆。所以欧盟得过诺贝尔奖和平奖，在2012年，大家知道是欧盟这个区得和平奖，所以他们期待和平，因为他们现在是一个和平共处，甚至有所谓的申根签证，而开始走上了欧元区。当然，欧元区现在只有19个国家。当然，大家都知道嘛，1999年开始只有11个国家，后来希腊变成12个国家，所以它那个星旗上是有12个黄色的星星，可是一下加到19个国家。但重点是哈，那个欧盟国家到底有几个？28点和平协议，那刚好28国。可是现在是27，因为英国它情何以堪？那我最大为什么都德国带领，所以它退出了。好，不管怎么说，27以前的28个欧盟国在一起的组织的力量够大，但也不够大。对，他们的分合到现在，这个欧洲以前算是老虎，现在是欧洲猫。所以你说他敢讲多少话？所以刚刚说好像也不太有反应，但还是有一点反应，就是后来讲的这几句话嘛，就是说你不要自己，你来决定我们的事，来我们欧洲应该要经过我们欧洲伙伴的同意。第二个呢，我们不能少了乌克兰，可是你要知道，乌克兰角色又很奇怪，虽然土地很大，经济也不差，军事也还可以，重点是乌克兰不是欧盟国。那您刚刚讲到后面那个说，他的俄国会不会雄心更大，会再去找那个波罗的海东边的3个小国？这将有它的历史意义的。它是在2024年10个国家同时加入欧盟的时候的3个重要国家。这3个国家其实它的实力它虽然不大，他们的经济体不错，他们的经济所得不错，还有他们是所有的组织几乎都加入了，不管是IMF 啊、国际货币基金、对 UN， 甚至申根签证，甚至欧元区都是。但重点是还不至于俄国会去马上攻他。我必须讲，这一次呢，和平协议有一个吊诡的地方，就是其实啊，我觉得所有人人没有好人坏人，国家也不是好人坏人，就是我们看到媒体报道说俄国坏就一路坏下去，哪有？二战的时候其实俄国打赢了欧洲，不是美国所以你说俄国又这么坏吗？不是，因为俄国在师出要打有名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名称，就2件事：武器东扩。还有加入北约，我如果大家回忆一下就知道，2021年是不是很多这种事情？到2022年初为什么会打上这一仗？就是因为你武器一直要东扩，一直要加入北约嘛，所以俄国才惹毛了。拜登就知道了情资消息说他要打乌克兰了嘛。他这现在有什么理由打这个波罗的海3小国？还不至于。我就想就是不明白，就是说。波罗的海3国他们提出这个警告，表示说他们有很强烈的威胁感啊。可是要问的就是，
俄罗斯干嘛要打这个波罗的海三国？所以我觉得他师出无名，这有点像日本对台湾一样。当然，日本就像说台湾有事，他们就有事，就有这种感觉，你知道吗？因为他们是心中有敌意俄罗斯的，因为他们以前有历史情仇是有敌意的，所以他们会发出这种声音，你知道吗？即便是乌克兰也有2种声音啊，像泽伦斯基这一种比较偏西的，还有你要知道顿巴斯克这边的很多人其实是支持这个俄国的所以每一个地方就像台湾有支持统一、有支持独立一样的道理。我们看一个东西不能全看全局啊，不能看到一半以上就觉得代表全部。我必须说是他们有一些领导者，现在有一些过去跟俄罗斯的一些暗情仇所造成这种，就把这种所谓文宣呢就无限上纲了。我先讲一下，最重要是28点协议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吊诡，也就是俄罗斯这次绝对是打赢了，而且不但是打赢了，而是大赢。为什么呢？他原来要的东西全拿到，还加上了割地。你看克里米亚，包括顿巴斯那边的这个卢甘斯克、顿巴斯克全部要拿回来了。这不得了，这个是川普答应的哈。第二个呢，北约就是说你就不能加入北约，这已经完全属实，而且呢还现军还加码，叫现军60万以下。对，还有一个很重要，你其他欧洲国家也不得在乌克兰驻军，我讲武器也没办法动过。你就不觉得他已经拿到了所有，还更加码了？还有一个，俄罗斯一路被美国或者号称他的民主联盟去限制他的所有经济制裁，请问这件事它里面有28有没有一个叫做经济的制裁？那么逐渐取消，你不觉得俄罗斯大赢吗？那当然，这个刚刚大师讲的，是不是川普跟他通俄门啊？是不是这个俄国共同来定这个？而且这次特使是哪里特使？俄罗斯特使，对，白宫特使，没有一个乌克兰的角色，就俄罗斯说了算。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在国际气氛围这蛮吊诡的，也就是乌克兰这次真的说，俄罗斯这次算是打赢了仗。当然还有川普他自己的心怀鬼胎啦，我觉得他自己有他的利益考量。那这个我们还要再往后观察。所以说这个现在外界看这个28点和平协议啊，觉得说这个提出来的怎么比普丁当初所提出来的条件还要好？到底川普在想什么啊？那这个在战场上面呢，我们先来看战场的这个态势才是最现实的啊。俄军一方面在红军城还有乌军跟乌军的展开这个激烈巷战，那一方面呢也宣称他们攻下了重要的堡垒啊，一个战略的重要据点就是库皮扬斯克。而在这个时候呢，也听到了法国总统马克宏，他虽然呢跟这个泽连斯基签署了合作意向书，也表示说呢，法国在10年内要提供乌克兰100架的标风战机。但是《华尔街日报》也报道说，不管是乌克兰还是法国目前都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支付这100架战机的订单。还有，你钱虽然给了，但是也要看东西做不做得出来。标风战机的制造商达梭航太现在他们自己都还有233架的订单是积压下来的，就是说出不了货，那挪不出产能来制造这多出来的100架援助乌克兰的战机。所以我们要说的是，提供乌克兰武器真是缓不济急啊！现在再不谈的话，恐怕就没有筹码了。所以这是不是也是川普他自己很急了，所以他必须要抛出这28点的和平协议的一个最主要的考量呢？那当然，这个28点呢，他为什么川普会提出？那当然有2个比较注意要去考虑到的。第一个是战况的疲惫啊，战况疲惫，因为想从2022年2月24号打到现在你看打了2年多了，那当然每个都很累，而且美国更是很辛苦，而且川普呢每次说要停战，一直都没有停战所以造成这战况是非常疲惫，他也疲惫，加上呢资源的撤走也是很大的因素所以他特别要求在28点里面特别要求到我们注意到有一个是限制他的军队的一个规模，乌克兰，然后第2个是放弃加入这个北约，第3个是承认这个部分领土的现状等等那这些那其实当然你刚刚提到说那个皮克扬斯克它的一个巷战还有城市攻防战等等，其实已经我看他非常之辛苦，那给乌克兰现在其实非常战况是对非常之不利那因此呢，我觉得这个是我想是一个压倒骆驼追根稻草，应该是一个出发点，所以川普才提出这一部分那此外呢，你刚刚提到说这个法国的他要援助100架的标风战机那我看在这个欧洲的资源上呢，其实打了这么久，其实欧洲说要资源要提供，但是呢只闻这个楼梯响，没看到人下来尤其你看这个叫100架的标风战机，你看到它要多少的这个要资金还有生产链，那当然还有这个还有等等这些很多因素对，包括整个这么多的钱谁去出，谁要拿，谁不拿，就算有钱，产能也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所以呢，欧洲只是在做一个口头的援助的意愿但是呢，如果说要去军购不管是它的供应源，还有财源，还有产能的支撑呢，其实都
遭到明显的一个瓶颈哦。那因此我觉得呢，并不是这个欧洲无力来支援呢，而是资源的这个值跟量，还有交付的时效已经。其实你要做，现在这部战机跟你要做好，你看要做多长时间？对，所以这个时间、空间都对这个乌克兰非常不利了，而且加上这个川普，我看到他是上次从10月份来到欧洲一趟之后，你看这个东亚之后，你看东亚有点变天了哈。然后我想到下次去欧洲，是不是也如同去了日本一样？那去了。乌克兰是不是也跟乌克兰状况又跟日本一样，就会产生更大的一个地缘政治一个变动啊？这是我们有待观察的。对，就谈判来讲的话，其实现在乌克兰是越谈越没有筹码了，所以呢，是不是能够在下个礼拜，也就是11月27号，今年的感恩节之前啊，就同意这28点的和平协议的一些要点啊，恐怕也不是那么的乐观。但是不管怎么的，我们就看到说，乌克兰未来势必会成为这俄罗斯跟北约之间。当初我们也曾经讨论过的，变成了一个缓冲区。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2025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寰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